量级的局势目前来看非常的明确，现役羽量级世界冠军大帝更像是一个年迈的雄狮，即将退位的国王。37岁的大帝已经很难有守江山的能力，下面有很多潜力新星都在觊觎大帝的王位，都想把大帝这位传奇拉下神坛，并瓜分他的流量，而官方几乎是铁了心了要把大帝喂给刘海哥。其实也好理解，刘海打法极其好看，观赏性高，而且背靠墨西哥市场，他要是夺冠的话，这流量绝对起飞，反正肯定是比判定王和墨菲要强不少，因为他打法好看。今天咱就来聊聊羽量级这4大潜在超级挑战者。首先最强的也是最不受待见的，我认为是排名第1的语鹰埃弗洛耶夫。语鹰说实在的，他是真正接受过检验的选手，赢过站立高手刘海和艾伦，也战胜过摔跤手斯特林，柔术高手刘海哥也检验过他的柔术，水平也挺不错的。虽然他是主打摔跤的选手，但他站立和柔术都很不错，我认为他是目前羽量级最强的选手，只要给他冠军挑战权，他绝对是冠军。但是我感觉啊，他可能快被开除了，因为他全是判定啊，就是个判定王。虽然他全是判定啊，我感觉他比赛挺好看的，他喜欢做转换，站立有的时候也挺激进的，我感觉他打法还行啊，不至于多无聊。但确实判定太多了，但他也是这个量级现在最强的选手。第二个刘海哥，刘海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超模的数值怪。刘海哥的爆发力非常好，而且拳也重，主要是他硬度非常的逆天啊。原本以为大帝打不动他，是因为大帝老了，而且本来拳也不是特别的重，但是疯狗的拳他是硬吃，一点都不带晃的，最后带走了疯狗。他这个身体确实是有点太逆天了，而且他的技术也挺全面的，虽然说他站立技术有点糙哈，但是在他逆天硬度的加持下，只要不是速度特别快，他完全可以生吃对手，这个就很变态。而且他柔术也很好，是格拉索的柔术教练。再给大家辟个谣哈，他跟格拉索没有处对象，两个人只是好朋友，大家就看本周吧，他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羽量级的世界冠军。第三个疯狗哥席尔瓦，疯狗和大帝我认为是目前羽量级战力最好的2位选手。疯狗哥是速度快，拳重，而且打击非常的立体，拳腿融合非常的好。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内围，他的拳太重了，而且他并不是像刘海哥那种爆发力特别强，3拳里面有1拳特别的重，他是每一拳都特别的重，普攻都特别的重，单发相当的离谱。上周刚战胜了艾伦，还表演了一手马踏飞燕，而且他输刘海哥那场有点着急了，希望他能卷土重来，他依旧是目前输呆的团队最有希望夺冠的选手。第4个劳伦墨菲啊，过吧。再聊聊刘海和这个大帝的2番战。说实在的，我认为现在的大帝都没有巅峰6成的实力，因为大帝这套打法是非常消耗体能的，城市踢拳这套打法都挺消耗体能的，他需要大量的移动，大量的闪躲，他非常考验你的体能和反应。黑龙就是过了35，这个下滑太严重了，大帝没有黑龙下滑那么严重，但也差不多了。主要是大帝以前那个速度 buff 还有那个体能 buff 打橄榄球提得太满了，就是下滑了也比一般选手要强得多，其实跟他巅峰比差远了。而刘海最近势头正盛啊，感觉很饥渴，而且他主要是他年轻啊，大帝又老了1岁，所以说这场比赛啊，我非常看好大帝卫冕成功。大帝别说有个6成实力，他有个3成实力，我感觉都能拿捏刘海。刘海说白了就是3点：重拳，还有身体硬度以及柔术。如果是玩柔术的话，他很难摔到大帝，那他的柔术会大打折扣。下位柔术在 MMA 市场那根本就是不太好用，而且大帝是经历过踢城和马哈考验的，他的柔术也不差。然后重拳的话，我认为大帝靠技术还是可以应对的。大帝并不说那种嘎嘣脆跟那个纸片似的，我看大帝这个训练这个状态也行。我认为这场刘海哥大概会采取佩拉打安卡拉耶夫2番战的策略，因为大帝的拳对于他来说不是特别重，他完全可以顶着大帝的拳往前换，他绝对想靠身体硬吃大帝。不过大帝不是那安卡拉耶夫，刘海你也不是那佩拉，咱就等着瞧吧。老天爷啊，保佑大帝一定要赢比赛，我希望他在退役之前千万不要输比赛了。